今天我们继续来聊外星人。如果没有看过前面几集的朋友，请订阅和关注我们的频道去看前面几集，其中涉及外星科技材料、飞碟技术、外星人访谈。上一期我们聊到重量级爆料人加拿大前国防部长保罗·赫勒，在多伦多大学演讲和不明飞行物听证会，还有2011年的 UFO 大会的时候，都公开爆料了外星人已经存在的事实，并且咱们中央电视台也有对保罗先生相应的报道。今天我们继续来看这位德高望重的重磅爆料人的更多爆料。2014年12月31日，保罗先生再次接受今日俄罗斯的在线采访。保罗先生还披露了目前最新的已经到访过地球的外星人种类数量。几年前，他掌握的信息表明，外星人的种族在12种以内。不过从最新报告来看，目前已知的外星人已经多达80到200种之多，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。保罗先生还说，他收到的最新报告还表明，有一些外星文明在地球几个地方都设有基地。这些外星人形态各异，其中有一个种族看起来像螳螂，而小灰人就和我们看到的爆料差不多。还有的是高大灰人种族，还有一种更接近于人类的种族，叫诺迪克族的外星人，也叫北欧外星人。他们是来自昴宿星团，他们就在美国内华达空军基地里面工作。他们身材非常高大，大概在1.8米到2米之间，金色的头发，蓝色的眼睛，皮肤非常白。他们就算走在街上，人类和他们擦肩而过，也便认不出来。他们之间的沟通是用心灵感应，内心非常善良，关注人类的爱与精神成长，并为人类提供适当的保护。他们还非常关心地球的环境和世界和平，对核武器表示担忧。保罗先生表示，宇宙中充满了各种生命，有太多不可能，比我们先进的种族比我们还要谦虚，而很多人类却自大地认为宇宙中不会存在除人类以外的文明。如果外星种族已经在地球生存这么长时间了，那么人类应该最为关心外星人的目的到底是什么。保罗先生表示说，外星人和地球人最近几年频繁接触，每种外星人对人类的目的都不太一样，他们中大部分是想帮助人类，也有那么1-2种外星人对人类别有所图。保罗先生说，这些外星人来自宇宙的四面八方，抛开其他外星系不说，在我们太阳系内部就有外星人，他们来自土星的一颗卫星，还有来自金星和火星。所有外星人相互之间都是有联系的，他们之间存在一个外星联盟，有着相关的组织协议规定，例如不能在不被邀请的情况下干预人类的自身发展。他们认同地球是地球人的家园，人类有权自行发展、自行管理。但是近些年人类在往错误的方向前进，外星人对于人类滥伐森林、污染河川、排放废水到海洋当中等等伤害地球的事情是十分不满的。更危险的是，人类自从发明了原子弹之后，就更具有危险性。因为原子弹爆炸不仅仅会破坏地球的生态环境，也会破坏他们的空间。因此他们更希望和人类合作，教导人类更好的生活方式。他们会从人类中挑选出一些不害怕外星人，并且合适的人类和他们进行合作。这些外星人的科技超级先进，人类科技和他们之间存在着非常巨大的鸿沟，而人类近现代的科技成就和突破，有很多也都是来源于这些外星科技。咱们回想一下，40几年的时候，也就2战的时候，人类还在用螺旋桨飞机，非常落后。到60几年的时候，就突然能登月了。短短的20年，人类从螺旋桨飞机到登月，怎么突然有这样的科技飞跃呢？其实，美国自从1947年罗斯维尔事件以后，就开始对外星技术进行逆向研发，保密措施相当谨慎。美国会将这些外星技术拆分成很小的环节，每个细小的环节都在不同的实验室进行研发，比如将一个很小的碎片交给一个实验室去研究，这样化整为零的方式就能够很好的保密。而且在美国的保密部门，有关核武器的信息都属于 Top Secret 最高机密等级，而外星机密等级是比核武器还要高，只有极少数人知道。也就是说，就算是总统也没有办法掌握到这些机密信息的全部内容。保罗先生说，美国从逆向工程研发中获利不少，人工智能、机器人、微型芯片、集成电路等，这些就是几十年前被引进到美国工业中最明显的外星科技，然后又扩散到全世界。保罗先生还说，
在外星逆向工程中有最重要的一个项目，就是对能源系统零点能的开发。在真空中，零点能比核能要高出几个级别，灯泡大小的零点能所产生的热量就能让整个地球上的海洋沸腾。但是这个技术离真正应用，预测还要进行几十甚至几百年的研发。主持人问，以您加拿大前国防部长的角度来看，星际大战有没有可能会爆发呢？保罗先生说是有可能爆发的。外星人大规模出现在地球上是从1945年美国在新墨西哥州试爆第一颗原子弹后。因为掌握核武器是星球文明突破第一界限的标志，外星人认为我们掌握了我们并不完全了解的东西，如果继续发展下去，会对地球和宇宙中的其他文明产生影响。所以外星人会经常在核武器设施的附近出现，但是并不清楚外星人的最终目的。目前看来是为了控制局面。如果人类继续不管外星人的警告，破坏地球环境，破坏外星人的生存空间，这么持续下去的话，就非常危险。但是与其为星际大战做准备，倒不如试着和那些善良的、友好的外星种族进行沟通和合作。保罗认为，人类本身对地球和人类同类所造成的伤害和影响，要远远大于负面外星人对人类的伤害和奴役，并且外星人的科技水平是绝对碾压人类的。所以保罗先生觉得建立太空军队是没有意义的，也没有这个必要。但是最近几年，人类又是怎么做的呢？2019年9月17号的时候，美国海军首次承认了 UFO。2019年12月17号的时候，美国参议院授权组建了太空军，成为了美国第6个武装部门。2020年5月18号，日本航空自卫队宇宙作战队正式成立。生前，年迈的保罗先生居住在加拿大安大略省的一处森林小屋里，他的妻子已经过世，他的女儿每周会去看他一次。他说自己并不感到孤独，因为对于掌握外星人信息这一人类有史以来最大机密的人，如果不告知公众，才是最孤独的。Children survive the idea of the Tooth Fairy and Santa Claus when they become adult. I think the citizens are quite capable that we live in a cosmos teeming with life. 以上就是加拿大前国防部长保罗先生临终爆料的外星人机密。不管是谁出来现身说法，也不管有多少证据去支撑他们的论据，不信的人总会持怀疑态度。但是不管信与不信，事实是改变不了的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当那些善良的地星种族出现在你的面前时，你愿意和他们一起朝夕相处吗？下一期我们继续来揭晓另一位重磅爆料人。感谢大家观看，欢迎在评论区说说你的看法。如果觉得我们的视频不错，记得关注我们，你的订阅和关注就是我们继续做下去的动力。长按点赞也能让我们做出更好的视频，在这里真诚的感谢每一位支持我们的朋友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